就在高中生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奋斗时，中国偷偷摸摸的整了一个大新闻。6月7号中午12点，我国的利剑1号固体燃料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次发射，成功实现了一箭26星，将实验24号 A、实验24号 B 等26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在这之前中国的火箭发射最多也就一箭22星，而且用的呢还是操作更为简单的液体燃料火箭。当然了，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跳出来反驳：“哎呀，现在世界范围内一箭多星的技术很普遍了中国的一箭26星没意思，排不上号在中国之前，俄罗斯那有一箭38星，欧洲一箭53星，那排行第一、第二的印度和美国的更是一箭104星和一箭143星。那中国的一个一箭26星，你怎么看都没意思没意思。”但咱且不说印度人发射的104星到底有多大的水分卫星重量不超过1公斤也就罢了，而且大部分卫星呢没有导航系统，甚至没有功能单纯就是一个卫星而已，以至于国际航天界把印度这次卫星发射比喻成了在太空中撒土豆，或者是在太空中倒垃圾那美国这个一箭143星，那可是实打实的143个实用商业卫星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提中国的利剑1号和美国的猎鹰火箭，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利剑1号呢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实用化固体燃料火箭这种火箭有2个巨大的优点和一个相当巨大的缺点咱们先说优点固体燃料火箭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发射准备时间短，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做到不用半小时的准备时间就能起飞这主要得益于固体燃料火箭自身的优势。液体燃料火箭发射前需要往火箭里头灌输燃料这个时间呢往往从几天到几周不等。然而固体燃料火箭不同它的燃料是直接在建设过程中就提前安装在火箭里面的，所以发射时候不需要进行燃料灌输只需要进行其他准备工作就行。也就是说，在使用效率上，我国的利剑1号还是非常高的。第二个优点，推力非常大，速度快，以及潜在载荷很大，这也是固体燃料火箭的优势。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固体燃料火箭最后就能做的比液体燃料火箭大的不是一星半点，未来还可以安装更多的卫星。当然，除了这2个巨大的优点，固体燃料火箭还有个相当巨大的缺点，那就是固体燃料火箭操作性很差。一般来说固体燃料火箭难以减速，难以改变方向，而一箭多星恰恰需要的就是火箭有足够的灵活性，在几个不同的卫星轨道中飞来飞去，实现对多颗卫星的部署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一直不喜欢用固体燃料火箭部署卫星的原因。然而，这也是利剑1号的独特点，那就是它克服了固体燃料火箭操作性差的问题。相对来说，虽然现在猎鹰火箭在载重量和技术方面都是超越中国的，但是这项技术的潜力和上限也就那样了。而中国的利剑1号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未来我国甚至可以实现利用固体燃料火箭进行短时间内多次发射之所以现在中国需要这种一箭多星的火箭，主要还是因为我国的 GW 大星座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为了对抗美国星链的。我国向国际电联申请了 GW 大星座，也就是在未来12年里，我国要把12990颗卫星送到太空上，同时在5年内，我们必须要把超过4000个卫星送到预定轨道上，不然国际电联呢会取消中国申请下来的卫星轨道资格。之前有人担心中国能不能实现5年内把4000个卫星发射出去，但是利剑1号证明了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中国完全可以实现在规定时间内部署完自己的中国版星链。同时，这款火箭未来还有更加广泛的使用前景，比如说运输大量物资进入空间站轨道，甚至月球轨道辅助建设月球基地等等，实现地月往返。如果把脑洞开的再大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月球建设一个3D 打印火箭的基地，直接在月球上建造固体燃料火箭发射台和生产工厂，从而实现从月球发射火箭，不管是去火星还是去地球都能来去自如。而液体燃料火箭就没那么方便了光是在失重环境下给火箭灌输燃料这件事情就已经难上加难，让人头疼了。这次火箭发射在别人看来是中国的技术还在赶超美国，但本虎看来那属于是中国技术潜力已经超过了美国技术的潜力，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把潜力变成实力，中国航天自然也就站在世界之巅了。